一座消失的城市，它曾是中国最小的城市，仅存在14年。它对面是缅北的华人特区果敢，隔着一条窄窄的小河，背着枪的果敢女兵近在咫尺。果敢人其实就是留在缅甸的汉族后裔，说着云南方言，使用汉字和人民币，用电是南方电网，电话区号是云南，手机卡是中国3大运营商。学校曾长期使用中国教材，电视台也是中文播报，简直就是缅甸里的小中国。今天我将去探访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就是位于云南与缅甸交界的畹町。我从瑞丽市区乘坐网约车，穿过一个个傣族村庄，两边的建筑带有明显的傣族风格。如果不是因为随处可见的汉字，会让人以为身处东南亚。多年前，我曾从泰国曼谷坐火车到清迈，再从清迈深入金三角的美斯乐地区，气候和植被很像这里。从瑞丽市区到畹町，全程大约20多公里。畹町市曾是中国最小的城市，它的最小体现在2个方面：一、面积极之狭小，设市期间国土面积仅约103平方公里，城区面积更是只有3.8平方公里，叫得上名字的马路仅4条，规模甚至不及很多乡镇。2、人口极少，鼎盛时期常住人口也仅有 1.2 万左右，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少的县级市之一，却凭借边贸优势一度跻身全国首批小康县，排名第3位，堪称小而强的典范。但是畹町市作为县级市，总共存在了14年。1985年1月3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畹町镇，正式设立县级畹町市。1999年1月1日，国务院批复撤销畹町市，将其行政区域并入瑞丽市。畹町市的建制正式终止，从1985年设市到1999年撤市，计算下来刚好14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畹町的行政建制并非从市开始，1952年它就已是全国唯一的县级镇，1999年撤市后又回归镇的建制。如今为瑞丽市下辖的畹町镇，仍保留着重要的边境口岸功能。畹町系傣语音译，意为太阳当顶的地方，含阳光普照、万物生长之意。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南部，东北与芒市接壤，南与缅甸联邦九股市相邻，西北与瑞丽市蒙卯镇隔江相望，国境线长 28.646 公里。1938年滇缅公路建成通车，畹町成为抗战期间中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陆路交通要道，它的名字因此被大众所知。现在畹町的特色景点畹町桥、畹町边关文化园、中缅友好纪念馆、南洋华侨技工纪念公园等都与这段历史有关。我来到畹町桥，只有10米宽的畹町河，是中国与缅甸的界河，对面便是传说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缅北。2023年10月前，对面的九股市又称邦赛，是缅甸善邦北部木姐市下辖的重要边境镇区，长期处于缅甸政府军与多支民族地方武装的势力交错地带。德昂民族解放军曾在其周边区域活动，并多次与政府军爆发冲突。2023年11月，在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主导，若开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参与的1027军事行动中，九股边境口岸被3支武装联军攻占，短暂由果敢同盟军主导控制。2025年4月后，传闻局势出现反转，九股口岸升起缅甸国旗，控制权重新回到缅甸政府军手中，人员往来逐步放开，但货物运输尚未完全恢复正常。但根据我自己用手机长焦拍摄到的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一侧口岸检查站挂着的招牌，上面写着缅甸联邦第1特区警察局稽查大队邦赛执勤点。由此可见，邦赛口岸仍然处于果敢同盟军控制之下。缅甸果敢特区，全称缅甸联邦第1特区，是缅北主要华人聚集区之一。果敢地区原为中国领土。1897年，中英签订续议滇缅借务条约付款，将果敢地区划入英属缅甸。1962年，果敢地区被正式划入缅甸。1989年，彭家声脱离缅共，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果敢被划为第1特区。果敢传统地区面积大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25万左右。经过2023年1027行动，果敢同盟军攻占蒙古、木邦、贵盖等区域后，实控面积曾达 1.5 万平方公里甚至更高，但为换取合法自治权，撤出了腊戌等部分扩张区域，最终稳定在11416平方公里。实控人口曾接近100万级别，
但在签署和平协议、明确自治区域范围后，人口规模稳定在70万。可以说，果敢同盟军经此一战后，实力大增，地盘大小相当于1/3个海南省，总兵力接近1.5万人，成为缅甸颇有实力的民族地方武装。果敢族的起源是明末清初滞留缅北的南明政权随从，军队及云南边民均为汉族后裔，其语言、文字、习俗、血缘与中国汉族完全同源，文化认同上也与汉族高度一致。果敢民间通用汉语西南官话，也就是云南方言，文字为简体中文。2024年8月，果敢同盟军更明确汉语为实控区官方语言。学校曾长期使用中国教材，电视台也以中文播报，电话区号与中国云南一致，人民币可自由流通，电力依赖中国南方电网供应，中国手机卡能正常使用，还可收看云南、临沧等地的中国电视台节目。日常消费、贸易模式与云南边境城市高度契合，文化与习俗完整保留中国传统节日，春节贴春联、舞狮、中秋、清明、端午等节日习俗与中国完全一致。民间娱乐如打陀螺、打歌，饮食习惯偏爱腌菜，无辣不欢，建筑也保留明末清初石城风格，还有诸葛城遗址等汉文化遗迹。简单来说，果敢族是留在缅甸的汉族后裔，文化上是汉族的延续，政治与法律上是缅甸的少数民族。走在畹町镇街头，感觉行人不多，许多商铺都是关门的状态，显得有点冷清。一个地方的兴旺与衰落都与历史时局紧密相关。畹町从镇变为市，又从市变回镇，这样的兴衰轮回，就像大多数人的人生，令人感慨和唏嘘。我去参观了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纪念馆，门票30元。滇缅抗战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缅北地区抗击日军的关键战役。畹町镇，中缅边境的重要口岸，在这场战役中承担了核心的战略枢纽作用。畹町是滇缅公路的中国段终点，也是中缅物资运输的核心节点。抗战时期，国际援助的武器、弹药、药品等物资经仰光上岸后，通过滇缅公路运抵畹町，再转运至国内抗战前线。这里一度被誉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线。岁月美丽，遇上一朵喝醉的云，踏入过叫你的咖啡厅，有过清澈的酩酊。季节啊，坠落山顶，回忆啊，留在呼吸。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绚丽，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云的歌曲唱着你我，他和他，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梦里找到了回答。过去啊，不能抵达，你啊，现在好吗？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我游离天地，
呼啸和灿烂的秘密。穿过世界的海洋，在未来的风里流浪。我在空中挥舞手掌，你迎风歌唱，我们开着时光机，在无垠的星海夜航，窗外宇宙星河灿烂，你泪光闪闪。我的河对面就是缅北，这是缅北非常著名的一座桥。桥的左边是佤邦，桥的右边是果敢。因为缅北的混乱局面，这里总是和战争、电诈、毒品、赌博、绑架、死亡、失踪等惊悚字眼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无限接近这两个拥有传奇色彩的地区，内心既感到些许恐惧，又充满了好奇。本期视频我拍摄的地方就是云南与缅甸交界的清水河口岸，一河之隔，对面是缅北著名的佤邦和果敢，他们都讲云南话，使用汉字，通用人民币，连电话区号都是云南的，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地区治安混乱，案件频发，甚至有许多专门针对中国人的犯罪活动，令我们又爱又恨，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态。我从云南耿马县的孟定镇拼车去清水河口岸，路程大约30公里，每人收费是30元。车上同行的有一位缅甸果敢的老哥，他讲着一口完全地道的云南话。他这次过来中国这边是去银行取钱，由此可见，他作为边民往来中缅两地非常的方便，而且可以在中国办银行卡。果敢老哥对我非常热情，于是我便向他们打听了一些果敢的情况。他告诉我，果敢人其实就是汉人，生活习惯和云南的汉族完全一样。他给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果敢那边立法规定，女人一辈子只能收一次彩礼，而且彩礼金额有限额，最高不能超过6000元人民币。第一次结婚，女人当然是可以收彩礼的，限额6000元以内。如果这个女人离婚了，再婚时是不能再收彩礼的，如果再收彩礼，将会被视同诈骗，要坐牢。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法律？果敢老哥说，因为近些年有些女人以结婚为名收彩礼，结果收了钱没多久就跑掉了。我个人分析，果敢是个小地方，司法和执法能力都有限，面对这种擦边的诈骗行为，打击起来非常费劲，又要抓捕，又要立案审判，太费时费力，于是只能立法一刀切，直接入刑。总的来说，这条法律有点简单粗暴，是无奈之举，但也确实起到了保护老百姓财产的作用。我上网一查，果敢官方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果敢地区出台这一规定，是因为当地曾存在彩礼攀比之风，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而果敢地区经济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为主，民众收入有限，限额规定能有效遏制铺张浪费和攀比陋习，减轻民众的经济压力。这条奇怪的法律给了我一些启示，人类生活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正是因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导致大家的文化习俗、法律规定都产生了差异，所以大家互相尊重和理解非常的重要。经过一处工厂，司机告诉我，这是云南最大的糖厂，缅甸那边属于雨热同期的气候，非常适合大规模种植甘蔗，但他们没有制糖的生产能力，
只能运过来中国这边进行加工。看来继续开放和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对我们双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清水河口岸分为老口岸和新口岸，司机告诉我，如果想要看对面的缅甸，老口岸更方便，视角更好。到达老口岸附近，迎面驶来一辆威武的装甲车，看来我们在口岸附近也是部署了重兵，保卫边境线安全。清水河当地政府似乎也非常理解游客们的需求，他们甚至专门打造了一条专供旅游的树边栈道，让游客们可以更近距离地欣赏中缅边境风情。作为旅游博主，我必须要为这个举措点赞。树边栈道采用木材和仿木材的建筑材料，视觉效果非常不错。栈道上几乎没有其他行人，散落着一些落叶，看起来略显落寞，渐渐往上攀登。落叶和苔藓铺满了栈道的台阶，两边植被茂密，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继续往前走，树木藤蔓越来越密集，甚至有点遮天蔽日的阴暗感。再加上四下无人，虽然是大中午的，但我却有点背后发凉，惧怕蚊虫、蛇、蚁这样的毒物，又怕里面埋伏了偷渡过来的缅北逃兵之类的危险人物。老实讲，走进栈道前，我完全没想到会是这幅场景。终于回到阳光下，就像桃花源里的曲径，走过去之后豁然开朗。一座3层高的六角亭就在中缅界河的边上，明显就是用来供游客登高远眺对面的缅甸风景。我涉阶而上，到了最高一层，宽阔的南汀河在眼前展开。此时正是丰水期，水流量大，冲击力也大，河水裹挟着上游的泥沙，呈现出土黄色。南汀河发源于临沧市临翔区，在中国境内流经临翔、云县等6个县区，于耿马县清水河口岸出境进入缅甸，之后改称南定河，并汇入萨尔温江。我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拍摄对面的缅甸佤邦农村，对面种植了大片的玉米，房子都比较低矮，建筑条件比较落后，看上去非常原始。缅北地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比较困苦。缅北长期存在多支地方武装，与中央政府长期对立，武装冲突频发。地方武装将资金多用于购买武器扩充势力，而非基础建设，且中央政府对该区域管控薄弱，资源分配时也常忽视缅北，导致当地缺乏稳定的发展环境，基建、公共服务等长期得不到投入。这里长期依赖毒品、电诈、赌博等灰色产业，地方军阀还会从这些产业中高额抽成，大量人力和资金都流入非法行业，让农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缺资金、缺劳动力，发展严重受限。同时，这些乱象严重破坏缅北国际形象，外资因担忧风险纷纷撤离，边境贸易也受冲击，进一步堵死了正规经济的发展路。缅北多崇山峻岭，河流密布，地形复杂，不仅难以发展稳定种植业，还给交通建设制造了巨大障碍。当地交通不便，电力供应不足，再加上教育、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人口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培养和留住技能型人才，支撑不了产业升级，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回望我方云南一侧，金顶的高层住宅楼大片聚集，现代大气，山体上的红色标语呈现出火热的发展形势和打造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可以这么说，一条南汀河像是隔开了2个世界。视线往右移动，可以看到著名的兄弟桥。这座桥并不是中国与缅甸的界桥，它完全属于缅甸，是缅甸善邦第1特区果敢和缅甸善邦第2特区佤邦的界桥。因为果敢和佤邦两地关系特别密切，所以这座桥被称作兄弟桥。兄弟桥左侧的红色亭子是佤邦的检查站，上面还挂着红字标语，热烈庆祝佤邦和平建设36周年。亭子下面坐着佤邦的军警，来往的汽车和行人络绎不绝。兄弟桥的右边则连接着果敢地区，现在在视频里看到的兄弟桥还是完好无损的。就在我拍完视频的几天后，这座兄弟桥有一段居然垮塌了。据目击者说，是在凌晨4点左右损毁，推测原因是年久失修，再加上水流湍急。接下来的这段新闻是佤邦与果敢两地人员沟通修复兄弟桥事宜，并与上邦第1特区有关部门共就修复重建工作进行了指导规划。16日上午，工作组一行在富邦县与第1特区有关部门代表召开座谈交流会议，共同就兄弟桥修复事宜进行商讨，
旨在全面了解桥梁损毁情况，共同推动后续修复重建工作。会后，全体人员共同前往富邦铁桥以及兄弟桥坍塌事故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在视察富邦铁桥时，工作组强调，在兄弟桥还未修复期间，全力保障富邦铁桥安全运行，明确要求增加载重标准，并对桥梁进行必要的加固改造，以更好地满足双边经贸往来需求。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瓦邦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军谋旅冬季训练开训典礼隆重举行；瓦邦军政干校第3期岗前培训班圆满结业；农林水利部赴蒙波县鹤岛区考察咖啡种植产业发展工作；蒙波县卫生局和副协深入基层视察调研指导卫生工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7号，农历腊月28，星期三，欢迎收看特区新闻。飓风扫贼口、上河、中广府临近宁光，越来越多避难群众开始返回果敢，劳改也开始逐步恢复生机。近期，果敢通讯社记者一行前往劳改市进行实地走访，近距离了解了市区生产生活复苏情况。俗话说得好，如今因火气最浮泛人心。集市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距离生活最近的地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3日，农历闰6月20，星期三。欢迎收看特区新闻。下面来看内容提要。第一特区茶叶协会赴果敢县开展茶叶产业宣传督查工作。木邦县自筹资金完成城区路灯工程顶亮乡村振兴安群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工作组于8月9日至11日先后前往西山区大水塘乡、渣滓树乡、芒螺乡、小街乡及兴旺区的工厂片区，在各乡政府召开茶叶种植宣传管理及督查会议。走到河边，我方这边修建了高而坚固的铁丝网，隔着不远的距离便有摄像头和红外线探测器，普通人想从这里越境或者入境，几乎可以说难于登天。而对面则是完全不设防，相当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状态。河边的蓝色告示牌上给游客介绍了清水河界庄以及兄弟桥的历史。这个界庄是1960年立的，与宽阔的南汀河相比，右侧汇入的清水河则小得多。清水河又叫南帕河，它隔开了中国云南和缅甸的果敢。和南汀河两岸一样，清水河的我方一侧也修建了铁丝网，对面也是不设防状态。远远地看到对面的民居还有汽车，汽车悬挂着白底黑字的缅甸车牌，与我方有明显的不同。3个果敢老哥或蹲或坐在河边玩手机。在某个瞬间，我和某位果敢老哥眼神相会。我们都是汉族同胞，却被一条窄窄的界河分割在2个国家。在历史大势之下，个人命运是如此渺小，大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不知道果敢这片土地还要经历多少苦难，才能抵达美好的未来。这里是东南亚最大的烧烤城，却隐藏在云南的偏僻山村，占地5200平方米，设100多家烧烤店。它不仅规模大，还以独特的量贩式烧烤体验而闻名。今天我将去亲身体验东南亚第一烧烤城的热烈气氛。我从墨江县城乘坐网约车前往双龙烧烤城，路程大约12公里，途中会经过许多少数民族的村寨。墨江县全名为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共有36个民族。墨江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哈尼族占总人口的63%。
哈尼族名气不大，但人口数量真不少。中国境内的哈尼族大约有173万左右。有些知名度更高的少数民族，比如朝鲜族、哈萨克族、傣族，人口数量其实都低于哈尼族。我问司机，哈尼族主要有哪些姓氏？他说基本都是汉化姓氏，李、陈、杨、赵比较常见。我突然回想起2019年，我在老挝的万象曾参加过一次哈尼族年轻人的聚会。由此看来，哈尼族在东南亚各国应该也有散落式的分布。到达双龙烧烤城，第一印象就是太有烟火气了。这里的烟火气是指物理意义的烟火气。整个烧烤城及周围范围内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雾。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东南亚第一烧烤城要建在偏僻的离县城12公里的乡村。要是修在城里面，周围的居民肯定受不了。双龙烧烤城建于2002年，拥有面积巨大的停车场。营业时间比较特殊，通常每周3、周6的8点到15点开放，国庆和法定节假日旅游期间一般也会开放。从这个开放时间，我似乎能感受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差异。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烧烤城，在网上名气这么大，1个星期才开放2个半天，我作为汉族简直很难理解。我们汉族同胞都太想发财了，只要生意好，能赚钱，恨不得24小时连轴转，都希望自己能够比别人过得好，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但据我观察，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则松弛很多，就算是赚钱的生意，也不能耽误喝酒聚会、唱歌跳舞。生意再好，到时间该关门就关门。这2种价值观各有利弊，我个人觉得，如果中和一下，应该是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在这里吃烧烤是量贩式烧烤，形式和流程都很独特。这里不但有上百家的烧烤店，还有一处巨大的集市。游客需先在山脚的集市挑选食材，摊位售卖新鲜蔬菜、猪肉、牛肉、罗非鱼等，多数食材为当地村民自产，价格透明。选好的食材可拿到烧烤铺加工，肉类加工费约15元每公斤，蔬菜5元每份，游客可自行要求腌制方式。这里有各种野生菌、土猪、土牛等新鲜食材，还有紫米酿酒、牛扒糊、茴香拌蜜蜂、折耳根拌树花等特色美食，能让游客品尝到独特的哈尼族风味。接下来就是我的沉浸式体验视频。快来吃我呀！我是大糖，我是大糖。大哥，美女，快来吃我呀！我是大糖，我是大糖，我是大糖。大哥，美女，快来吃我呀！我是大辣。有酸有甜，快来吃我呀！我是大糖，大糖，我是大糖。大哥，美女，快来吃我呀！我是大糖，我是大糖。大哥。这个鱼多少钱一条啊？17，这是罗非鱼。他们要不要？来吃嘛。再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啊。20块钱加工费，就是说我们买了以后再去那个是20块钱。还2包还还小小的个，这紫菜小小的。甜的。这个鱼没有那个大，是不是？对。这个鱼多少钱啊？
哪边烤啊？只要都可以。都可以。好好好。只有在那边吃的。好好好。这是紫米粑粑，紫米粑粑，对，里面是加白的。哦。喂。好，这是。你要粑粑？来一点味精。哎呦呦！双甜那个，双甜的。它这个要。小妹的3个木缸，这就3个木缸。自己做的。哦。小碗6盘，豆米饭。豆的多放点。要小碗的还是大碗的？不大碗的吧，大碗的。10盘那个。等等要堆放的。量高的吧。然后这个豆多一点。好的。准备炒肉了。啊？多了。10块么？这你点么个火锅呢？10块钱。哦，10块好大一份啊，还挺大份的。真好，是吧？好久不见，吃饭想念你。要花钱不用了。回去走吧，辛苦你。看嘛，好。不是，买起来那个呢，不记得。
好，谢谢，还多送我一点。好，谢谢啊。他爸爸就是一餐的面好，出去的那个小黄瓜。这是葡萄爸爸，还要加点啊？加一下点不要钱。好的。3块。什么爸爸？葡萄爸爸，苹果爸爸。不错的啦。好的。多少钱一块？3块多就是。爸爸钱才3块。3元。这是什么肉？他说呢？老火羊，他比较更好吃吗？不怕干啊？什么讲？想吃什么？我问你没有人，不是我们的。多煮菜。哦，你老公，你也不太看到他们嘞？再看了，辣子装水。哦，辣子装水咱煮的了，我忘记的。胡辣子哪个这里头？忘记了，忙跟你讲顶场那些一句的。不然不拿走噻，是来了。还有一点，大家都不吃饱，不吃饱那个。他谁也不给吃饱。啊？要整肥的。哎，你要整肥了这个吗？哎，这个可以个。啊。加点要不要猪脚、牛脚？
就都说我们这开价最高的。你打多少？是的，他叫你上领区呗。这个切开的炒，切开的烤，味道又不一样，是不是？切开的烤就黑了，哦，就黑了。黑了啊。你那差不多。哦，我的鞋子啊。你是差不多了。哦，鱼，那我们可以先吃。这个鱼应该不是很大。这就是是吧？对。那个下边那个。祝我们在新的一年，你们顺风顺水，顺财神。岁月迷离，遇上一朵喝醉的云，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有过清澈的谜底。季节啊，坠落山顶，回忆啊，留在呼吸。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诗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
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歌曲唱着你我，他和他，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努力找到了回答。过去不能抵达，你啊，现在好吗？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路中和绊倒的乌云，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幻化成路中绊倒的乌云，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